周良运还未出现在古玩街的时候，门口来收北宋铜佛的藏友已经越来越多。不一会儿的功夫，店门外就汇聚了10多位藏友。由于周良运只留了10个号，所以剩下的几人在看到自己已经拿不到号之后，陆陆续续有人扫兴地离开。而这拿到号的10人，除了1号之外，其他人也多有忐忑。卖家在网上发布的消息是2000万不讲价，先到先得。如果第1位直接买了，那其他9人也是白跑一趟。不过如果卖家在现场搞一个小型竞拍，其他9人倒也不是没有机会，只是这样一来，怕是利润就会在不断的竞价中越来越薄。原本2000万收的话，有信心赚800万，那真开始竞价，至少也敢喊到2700万去。可是如果再往上加，那这件藏品就变成鸡肋了。不要吧，白跑一趟；要吧，这一趟也赚不了几个钱，而且还不见得什么时候能够变现，毕竟是2000多万资金，如果压的时间久的话，就等于变相亏钱了。古玩街的人此时也都看得稀奇，很多人都搞不明白，为什么周良运的店门口会等了这么多人。那个专门给陈宇飞通风报信的摊贩，此时此刻都已经没了摆摊的心情，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周良运的珍宝轩。眼看这么多人在门口等着，他心里也越来越觉得事情好像不太对劲了。他把情况汇报给陈宇飞，陈宇飞只是让他继续保持关注，重点还是要等着看周良运和这些人见面之后会发生什么。与此同时，叶晨和萧初然已经把萧长坤和马兰送到了机场，在安检处与2人挥手道别之后，叶晨便驱车送萧初然去公司。萧长坤和马兰则在过了安检与海关之后，来到了头等舱休息室里，美滋滋的等着登机的提示。坐在沙发上的萧长坤还不忘拿出手机刷起了昨天那条陈宇飞打脸骗子的视频。他主要关注的是评论区，因为昨天他在评论区发布了一条评论，在评论里说了周良运上当受骗的事情。除此之外，他还提醒所有金陵本地的古玩爱好者一定不要从周良运手里买东西，因为这个人的眼光实在是太差了，专业能力也非常拉胯。这条评论收到了不少人的点赞和回复，很多人都在感谢他分享的信息，也有人在里面对周良运冷嘲热讽。每看到有人嘲讽周良运，萧长坤就乐得合不拢嘴，这对他来说既解恨又兴奋。同一时间，宋婉婷一早离开家，乘坐自己的专车前往宋氏集团。路上，她随便刷了几条短视频，恰好就刷到了陈宇飞花钱推广的那条视频。当看到是吉庆堂的视频上了热门之后，她便目不转睛地看完了整条视频。看过之后，她对陈宇飞的印象有了不小的改观。其实宋婉婷也很清楚，吉庆堂现在的业绩越来越差，跟这个陈宇飞的个人能力不行，恐怕有很大的关系。可是他现在要掌管的是市值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宋氏集团，确实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过问吉庆堂的业务。所以在他看来，只要吉庆堂不至于亏损得太厉害，或者别把原本辛苦建立的名声玩坏了，他也不愿对吉庆堂现在的经营状况做出较大改变。这种心态就跟刘曼琼在港岛求着父亲维持那条小吃街一样，主要是为了情怀。现在看到陈宇飞确实还是有几把刷子的，他便也欣慰不少。看完视频之后，他又忍不住点开了评论，发现评论里大部分人都在称赞吉庆堂经理专业水平过硬，也在称赞吉庆堂这块老招牌在金陵也确实无人能及。紧接着他又看到了萧长坤发的那条视频评论，当他看到周良运3个字的时候，心中不禁有些惊讶。没想到当初那个因为得罪叶晨被自己开除的周良运竟然又回来了。他下意识便给叶晨发去一条信息，内容是：叶大师，我刚才刷短视频发现吉庆堂之前那个经理周良运又回到金陵了，他当初在吉庆堂冒犯过您和您的岳父，您看是否需要婉婷做些什么？对宋婉婷来说，自己能有今天，一切的一切都仰仗叶晨。
他虽然不想做那种挤兑别人的小人，但一想到叶晨说不定还对这个人心有不满，所以他便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只要叶晨不想见到周良运，自己就一定要让他离开金陵。叶晨此时正往停车场走，收到宋婉婷的消息，立刻回复了一行字：我并非小肚鸡肠之人，也从未说过不让他回金陵的话，他要回便回，任何人都不必干涉。宋婉婷看到这条消息，立刻意识到自己有些把叶晨想的小肚鸡肠了，于是便连忙回复道：对不起叶大师，是婉婷格局太小，您怎会跟他一般见识？您放心，婉婷绝不会对他进行任何干涉。叶晨回复道：不必说对不起，毕竟你也是想着为我分忧。当叶晨交代宋婉婷不要对周良运进行任何干涉的时候，周良运背着一个单肩包从宾馆出来，迈步来到了古玩街，准备去珍宝轩开门。离珍宝轩还有200-300米的时候，他被那名摊贩叫住：哎呀，周经理，您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周良运笑道：这还晚，古玩街上店铺不都晚开门吗？摊贩道：主要您店门口老早就有人等着了，而且人可真不少。说着，他故意凑近几分，八卦地问道：周经理，那些人都是来找您买东西的吗？周良运感觉对方似乎对自己格外关注，很可能也不怀好意，不过他倒也没有遮掩，坦白道：没错，我昨儿收了件东西，想快点出手，就在网上发布了信息，他们应该都是来看东西的。说罢，他便摆手道：先不聊了，我过去看看，别让人家等太久。摊贩连忙道：周经理别着急，我有件事儿想求您，不知道您能不能给个面子。周良运问他：什么事你说吧。摊贩道：您看我这里也没什么生意，不如您就让我跟您一起去您店里，看他们怎么收您的东西呗。我对这种事特别感兴趣，想跟着多学习学习。说完，他害怕周良运不答应，赶紧又补充道：您放心，我只跟在一旁看看就好。周良运猜出对方一定是替人打探自己的消息，至于是张二毛还是萧长坤义或者陈宇飞，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因为这3个人肯定是相通的，只要消息传到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耳朵里，就等于3个人都知道了。而且眼前这个摊贩生性就十分八卦，如果让他跟着自己全程见证的话，他一定会把消息传遍古玩街的每个角落，所以这样的人刚好能够为自己所用，现在也等于是送上门来了。打定主意，周良运便笑着说道：你既然有兴趣，那就一起来看看呗，反正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说着，周良运提醒道：不过你要去我店里的话，得跟我约法3章，一切遵守我的规矩。摊贩忙道：没问题啊，周经理，你说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周良运道：首先你到我店里，手机必须得交给我保管，因为到我店里去的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客户，你绝对不能拍他们的视频，侵犯他们的隐私。那摊贩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思考，便立刻答应了下来，脱口道：行，没问题，我这就把手机交给您。说着便将手机掏出来递给了周良运。他的心里也很清楚，陈宇飞交给自己的任务是打探消息，并非拍摄视频，如果自己能够在现场亲眼见证，那绝对能得到最准确也是最快的一手消息。手机交给周良运又有何妨呢？而周良运想的也很明白，这摊贩想得到自己卖东西的内幕消息，自己刚好可以利用它来扭转昨天晚上的舆论风向。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绝对不能让他拍下视频胡乱传播，因为今天自己大概率能够直接进账2000万，这就等于自己开业第1天就赚了1970万，是昨天亏30万的事情，放眼全国不算什么，可一夜就赚将近2000万，如果真传播出去，说不定会直接登上热搜。自从短视频开始在互联网上成为主流之后，想上热搜那就必须得有视频，如果没有视频，光靠嘴说有人一夜赚了2000万，网友已经不会相信了。收了摊贩的手机，
就可以杜绝视频传播出去的隐患。于是他接过摊贩递来的手机，对他说道，除了不能拍视频之外，一旦我今天开始会客，在我会客结束或者东西卖出之前，你都不能擅自离开。行，没问题。摊贩满口答应下来，心里暗想，我还怕你中途把我赶走呢。既然答应了陈经理要帮他打探消息，那我肯定得想办法盯到最后。周良运点点头，又道，最后一点，你去了之后看看没问题，但绝对不能说话，什么都不要说，有话你就等结束之后再说。好，摊贩不假思索地说道，您放心，从进了您店里之后，我就绝对不说话了。什么时候你跟我说能说了，我再说。周良运满意的微微点头，好，那就走吧。好嘞好嘞。那摊贩一脸殷勤，屁颠儿的跟在了周良运的身后。此时的珍宝轩门前，20-30人已经等候多时，因为拿到号的10位藏友几乎都是2-3人一同前来的。其实在周良运离开宾馆之前，他就已经通过店里的监控大概的看到了门外这些藏友的面孔，发现没有任何一个熟悉的人脸，他便真正放下心来。他在海外做了这么多年的华夏古董，跟国内一些顶尖的藏家还是有过交集的。不过他心里也很清楚，自己认识的那些顶尖藏家对藏品的要求极其苛刻，绝大多数人只收品相接近完美的好东西。像自己这种皮壳已经完全被毁的北宋铜佛，他们应该是不会感兴趣的。但他也多多少少有些担心，万一自己认识的那些顶尖藏家中，哪位现在混得不太行了，开始消费降级了，而且对方消费降级之后，又恰好看上了自己这尊北宋铜佛，那今天这件事情就多多少少有些棘手了。好在是一切都没有脱离他的预料，这尊北宋铜佛完美的过滤掉了那些他所认识的收藏大佬。对周良运来说，这东西的出现简直完美到仿佛量身定制的西装一般，每一点都极其贴合自己的需求。若是今天事成，还真是要感谢萧长坤送来的这个机缘。此时周良运来到门前，对众人拱了拱手，微笑道，不好意思，让诸位久等了，我就是珍宝轩的老板，诸位请进去聊吧。众人一见是老板来了，纷纷客气地向他拱手示意。拿到1号的那位燕京藏家开口问道，老板，我拿的是1号，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一会儿是按照顺序一个一个进去，还是现在一起进去？这位燕京藏家心里想得很简单，他觉得自己既然拿的是1号，那最好是自己先进，自己先看东西，如果东西没有问题，自己直接以2网上那2000万的标价跟周良运成交。如此一来，剩下的那些人就没有必要进来了。他倒不怕这些人看东西，但就怕这些人临场跟自己竞价。虽说这老板已经在网上说了一口价2000万，可这种事情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是随时都可以变的。万一有人给他出2500万，他一心动推翻一口价的承诺，自己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周良运此时微笑说道，既然大家都在门口等了这么长时间了，那就没有让大家继续在外面等着的道理。一会儿大家进去之后，每个人都可以按照取号的顺序逐个鉴赏铜佛。等大家都看完之后，我也不会临时加价，还是我发在网上的那个一口价，到时候大家可以按照取号的顺序决定是否愿意购买。如果1号愿意买，那购买权就直接归1号，其他人我就只能说抱歉了。但如果1号不准备要，或者在5分钟内不能立刻把货款汇到账上，那购买权就将顺延给2号。1号藏家一听这话，心便放下大半，而其他人倒也没有立刻绝望，因为不管怎么说，自己首先能进去看一看这个宝贝，其次，如果前面的人看过之后不想要，或者短时间内拿不出这么多钱，那自己就还有机会。一旁跟着的摊贩心里已经开始打起了鼓，不由暗自揣测，这周良运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这帮人看起来好像都挺有实力的，可对周良运的东西似乎又非常感兴趣。
难道今天真的有人要被他给忽悠了？